Hello，今天要来给大家做吊带裤。那我们先准备画版型，然后我们画吊带裤的版型之前呢，我们的娃娃是要穿着衣服的，因为吊带裤通常里面会穿件衣服，所以我们就穿着衣服量这个版型的数据。那我们先开始量，我们先量一圈娃娃的屁股最高点的位置，量好之后，这个数字除以2，再加1公分。然后我们画出一条这个数据的长度，然后顺便把中线标出来。好，之后我们再量裤子的高度，从这个腋下部分到你腰的长度，看大约是多少公分。我们画在这条线的边边上。画好之后，把它变成一个长方形，把两边连起来。好。那我们记得我们上次画裤子的时候，这边不是有一个倒 V 的三角形吗？那我们这边一样把它画出来，或者是你直接把上次画的裤子的版型直接拿来对也可以。对的时候要记得，因为它的宽度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我们换一边对的时候，这边的边线是要对齐裤子的边边。好了之后，我们会看到一个跟这个裤子的版型长得很像的图案。接下来，我们再量娃娃的这个部分，中间部分，这个就是吊带裤上片的位置。那我们要怎么量呢？我们先把裤子中线对齐娃娃中间，对齐之后，我们量这个中线到腋下的长度大约是几公分，我们就在这个地方画上这个标记。好，然后再量裤子的最上面，它对齐腋下，对齐中线之后，这个最上面到我们想要的高度，想要遮住的范围，这个是上面吊带的部分。我们画在这个刚刚标记的点上面。画好之后，
们稍微量一下，刚刚是量高度嘛，现在是量宽度。画吊带中间，上面如果你想要宽一点，你可以稍微画宽一点；想要窄一点，就是画窄一点，就是尽量不要画到这个衣服的这一条袖子这一条线。我们尽量是在袖子的里面，就只是这条线的里面的宽度。量好之后，我们先在这个裤子这条边线旁边再加的0.5公分的宽度，然后从这个 V 字的尖尖，这里也是画差不多0.5公分的宽度。好，我们这样加一个小长方形，然后我们再以这个长方形为中间线，我们把它的中间线找出来，大概是这个位置。我们稍稍轻轻的给它画一下，画到把这个中间线画出来，然后延伸到这个上面的这一片。好，我们刚刚不是量了这边的宽度吗？然后这边的宽度，我们把它除以2，除以2，就把那个数字就从这边开始画，往左边画。好，我们画到这里，我们把这个就是刚刚量好的除以2的数字这边这个点点连到这个点，我们把它连起来。然后我们右边这边就是对称一模一样的部分，你可以不画，然后我们剪的时候对折，把这个中间线对折把它 copy 下来，剪一样的部分。如果你不想要这样的话，你也可以在这边再画。我们把它量一样的长度，就把它对照画过去。好，我们现在画好差不多对称的图形之后，我们在这边，因为我们刚刚这边加了0.5公分，我们在这边没有，我们刚刚0.5公分这边有画一条中线，所以是0.5除以2，我们就取差不多一个中间值，我们再把这个小长方形给加上去。然后这边也是一样。那我们剪的时候，我们要剪哪个部分呢？剪这个上面这个小梯形，再沿着这个线剪，这边剪，就是我们这个三角形的部分都是不要的部分。这样子吊带裤啊，对，还有
部分，这是裤子本体的部分。那吊带的部分呢，我们就量，剪下来之后，我们再量这个地方到后面大约的长度是多少？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剪下来，我们等剪下来了之后，我们再量。好的，现在我们把刚刚画的，我们把它对折剪下来之后，对，可以看到我刚刚临时随便画的，画歪了。我们对折之后剪的就会比较整齐一点。然后我们把这个对到，这个小梯形对到娃娃的衣服上，然后我们拿出尺量一下这个吊带的部分，吊带最好是多1公分，然后到后面怎么量呢？后面我们把这个地方对折，所以我们吊带这样，然后稍微量到这个地方，这个我量是7。然后因为我们吊带要缝的时候不可能刚刚好，所以可以再加个1公分，就是8。所以我们吊带就是8公分。那我们宽度也可以自己调整。如果你是要1公分，1公分左右的吊带的话，就乘以4，所以长度是8，宽度就是4。这里我就不画版型在上面了，这个是到时候我就直接剪一个长8公分、宽4公分的正方形，然后剪2片。对，要记得留缝份哦。我们都是画在布上都是要留缝份的，所以这个吊带的部分也是要留缝份的。那我们这个吊带裤的版型教学就到这边啦。下一集会教大家怎么做吊带裤，那我们就用这个版型来做哦。如果想要学习的可以订阅哦，订阅，分享，留言，按赞，拜拜。